你有沒有發現，很多人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樣，時間全搭進去，幾年下來卻還是沒什麼變化？這往往不是不夠努力，而是方向一開始就錯了。放到2025年的現實環境裡看更殘酷，普通人的年收入5到8萬，通脹一點點吃掉購買力，房價橫着走，90%以上的人沒有任何被動收入，只能靠一份工資硬扛風險。巴菲特說過，他99%的財富都是50歲以後賺到的，但普通人真正能學的不是結果，而是背後的規律。我把它們總結成8個底層邏輯，後面會一條一條拆給你聽，包括怎麼搭系統，怎麼借工具，怎麼讓錢開始睡覺賺錢，以及怎麼在賺錢的同時把風險控制住。這些東西听起來都不玄，但真正拉開差距的是有沒有照着做。我這裡演示推演一個9年案例，如果你現在還在為錢焦慮，先別急着找方法，先聽完這8個邏輯，你大概率會意識到自己真正卡住的地方到底在哪。本次分享需先做明確說明，內容僅用於教育與認知層面的討論，不構成任何形式的投資建議或操作指引。投資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和風險，過往表現不代表未來結果，這一點需要被充分理解。文中涉及的數據均來源於公開信息渠道，我已盡力核實其合理性與準確性，但仍無法保證不存在偏差，因此僅供參考，不應作為投資決策依據。本內容的目的在於幫助理解底層邏輯與思考框架，而非引導進行股票交易、市場預測或具體投資行為。投資活動通常伴隨多重風險，包括但不限於市場波動風險、流動性風險及信用風險。一旦判斷失誤，可能造成實際損失。如有明確的投資需求，建議在行動前諮詢具備資質的專業財務顧問，結合自身財務狀況與風險承受能力進行審慎評估。在梳理完這些底層邏輯之後，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如何學習以及哪些人更適合學習。整體目標可以歸納為3個方向。第一，建立系統思維能力，從碎片化、執行層面的零件思維，轉向能夠統籌結構與規則的系統掌控者思維，從而構建具備擴展性的收入體系。第二，掌握核心工具的應用能力。在2025年的背景下， AI 不再是加分项，而是基礎能力，熟練運用關鍵工具，才能跨越效率鴻溝，實現數量級的效率提升。第三，形成可持續的稅後收入路徑，通過指數化投資、自媒體內容資產等方式，理解並運用複利機制，推動長期財富增長。從適用人群来看，首先是普通上班族，尤其是面臨年收入20至50萬瓶頸，希望建立第二收入来源，改善財務結構的人群。其次是副業或輕創業者，希望將個人能力或興趣轉化為系統化可持續的商業模式。最後是正在進行或計劃進行 AI 轉型的人，希望借助新一輪技術紅利提升效率與收入上限。這3類人群在理解並應用這些方法後，往往都能找到適合自身條件的突破路徑，而真正拉開差距的關鍵，並不在於是否聽懂，而在於是否落地執行。現在先直面一個最殘酷的現實，為什麼很多人已經足夠努力，卻依然難以擺脫貧窮？把時間拉到2025年看，中國的平均年收入大致在5到8萬之間，收入增速長期跑不贏通脹，扣除五險一金後，實際可支配收入反而在下降。與此同時，通脹水平維持在約 5%， 購買力每年被持續侵蚀，長期來看，儲蓄的實際價值在30年左右就可能折損一半。在疊加房價因素，北京、深圳等核心城市均價仍處在高位，形成收入、通脹與資產價格的3重擠壓。在這種環境下，名義工資看似增長，但扣除通脹後，實際收入只剩下約 95%。真正被忽視的問題，並不只是那 5% 的通脹，而是缺乏資產性與被動收入帶来的長期損耗。一旦收入結構完全依賴工資，財富就會在時間中持續貶值。更現實的是，約90%以上的人只有主動收入，也就是用時間和體力換取報酬。在通脹環境下，這部分收入的實際價值不斷縮水，貧窮循環因此被固化。努力工作卻難以致富，並非個人能力不足，而是被困在傳統線性思維中，忽視了複利效應，也缺乏系統性的突破路徑。單純依靠時間換錢必然存在天花板，只有從根本上構建系統化、可擴展的收入模式，才有可能真正改變財務結果。談到財富積累，巴菲特是一個繞不開的案例，因為他的經歷本身就揭示了長期主義的真實力量。一個被反覆驗證的事實是，
巴菲特約 99% 的財富產生於50歲之後。自1965年接手伯克希爾哈撒韋以來，其長期年化回報率保持在 20% 以上，顯著高於市場平均水平。但它的核心並不在於頻繁操作，而在於耐心、紀律與對短期收益的主動克制。他賺的從來不是快錢，而是慢錢。巴菲特本人也明確表達過，他樂於聽取投資建議，卻不接受個人生活建議。這恰恰說明其決策體系高度自洽且不受外界情緒干擾。複利的力量在數據面前尤為直觀。以10萬元本金，年化 10% 的回報率計算，30年後的終值約為174萬元。這並非奇蹟，而是簡單複利公式在時間維度上的自然結果。對應的增長路徑是10年約26萬，20年約67萬，30年則出現明顯躍遷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巴菲特所謂的財富密碼並非複雜技巧，而是對長期主義的極致執行，在足夠長的時間裡讓穩定回報持續複利放大。對普通人而言，決定性因素並不是起點多高，而是是否具備長期堅持與尊重时間價值的能力。但對大多數普通人而言，現實中的財富困境更加直接且殘酷。以加班族為例，名義年薪15萬元，在扣除五險一金和各類稅費後，實際到手往往只有10萬元左右，其增長速度明顯低於通脹侵蝕的節奏。疊加2025年前後約 4% 至 5% 的 CPI 水平，而工資增幅普遍僅在 3% 左右，購買力持續下滑，儲蓄的實際價值被不斷稀釋。與此同時，將時間和精力寄托在極低概率事件上，並不能改變結構性問題。例如彩票中獎概率低於1/1000，本質上是高投入、低期望值的典型陷阱。更嚴峻的是 ，AI 技術在2025年進入全面普及階段，約半數低效率崗位面臨被替代風險，而多數普通人既缺乏系統思維，也缺少工具層面的槓桿能力。在疊加被動收入的普遍缺失，約90%收入仍完全依賴主動勞動，財務自由在結構上就被封閉。把這些因素匯總為3個數字，即可看清現狀：崗位風險在上升，平均收入處於5到8萬區間，通脹維持在約 5%。因此，努力工作卻難以致富，並非態度或勤奮的問題，而是缺乏系統級的放大機制，同時忽視了複利在時間維度上的決定性作用。單純依靠體力與時間換取報酬注定存在上限，唯有構建系統化的收入模式，並讓複利持續發揮作用，才可能實現真正的結構性突破。接下來我們將拆解8大底層邏輯，構建完整的財富思維框架。第一，系統思維，明確自己是零件還是掌控者，搭建可擴展的收入體系。第二，工具革命，效率決定差距， AI 等工具放大生產力。第三，金錢觀重塑，投資自己比節省更能創造價值。第四，稅後收入，讓錢為你持續創造現金流。第五，貸款借力，善用槓桿加速財富積累。第六，長期主義，複利來自穩定持續的行為。第七， AI 整合，掌握工具獲取先發優勢。第八，風險管理，分散與對沖保護資產。這8條邏輯環環相扣，後續視頻將逐條精講，教你如何真正落地應用。在正式開始之前，我們先做個互動調研，了解你的財富現狀，以便提供更針對性的建議。請回答以下幾個問題：第一，你是否擁有稅後收入，比如指數基金、自媒體、租金或知識產權等被動收入？請在評論區分享你的情況。第二，你的月薪大概是多少？例如8000、15000或3萬以上。第三，你的投資經驗如何？包括股票、基金或房地產等，是0到5年、5到10年還是10年以上？第四，你的主要財富痛點是什麼？為什麼努力工作卻難以致富？比如工資增長慢或缺乏被動收入。你的參與將幫助我們定制更貼合的內容，記得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情況和痛點，一起找到突破口，開啟財富增長之路。現在進入第一大邏輯，系統思維，用數據來說明系統與運氣的差異。根據福布斯2025年榜單分析，全球富豪財富構成中，約 90% 來源於系統思維，只有 10% 受運氣影響。所謂系統思維，指的是通過建立可擴展的商業模式、品牌和運營體系，實現持續財富增長和傳承。而運氣因素主要是偶然機會或短期投機。系統思維的3大特點很關鍵：第一，
可擴展性，絕大多數富豪通過系統化架構突破個人時間和精力限制，實現持續增長。第二，可複製性，成功模式可以被複製和規模化，形成穩定輸出。第三，長期複利，系統化運營帶來的財富增長呈指數級曲線，從起步到擴張再到累積，穩步實現非線性增值。相比之下，依賴運氣的思維風險極高，僅10%的富豪依靠偶然機會積累財富，無法複製，也難以規模化。暴富往往伴隨高波動和不可持續性，容易從高潮跌入低谷。由此可見，系統化思維正是財富差距的根源，也解釋了為什麼多數人努力工作仍難致富。關鍵在於是否建立了可持續、可擴展的財富增長系統。那到底什麼是系統思維？核心就在於你是零件還是掌控者。對比一下就很清楚。零件思維的特點是：第一，只賣時間，收入與工作時長直接掛鈎；第二，收入天花板明顯，年薪通常在20到50萬之間；第三，角色受限，只是執行者而非決策者，缺乏自主權；第四，風險集中，事業或崗位變化帶來高不確定性；第五，典型人群為普通員工、自由職業者或臨時工，這也是大多數人的狀態。相比之下，掌控者思維完全不同。第一，整合資源，將品牌、供應鏈、渠道、技術等組合成可擴展系統。第二，無限擴展，系統化運營突破個人時間限制，潛力遠超單打獨鬥。第三，價值創造，收入來源於系統產出的價值，而不僅僅是時間。第四，風險分散，通過多元化和系統備份降低個人風險。第五，典型人群為企業家、品牌主、平台創始人或系統構建者，這才是真正能夠實現財富自由的路徑。放到2025年的 AI 時代來看，優勢更明顯，自動化電商、AI 工具等系統將進一步放大掌控能力，而缺乏系統思維的人則面臨效率低下、收入天花板更低的局面。因此，從零件思維轉向掌控者思維，是突破財富困境的第一步。用奶茶店的案例來對比員工思維與老闆思維就很直觀了。員工思維下，月薪5000元，收入上限明顯，事業風險高，職業穩定性差，只能靠賣時間賺錢，財富增值幾乎不可能，天花板大致等於老闆工資的年入20到50萬，這就是大多數打工人的現實困境。老闆思維則完全不同，年入100萬甚至更高，沒有上限，通過整合供應鏈，掌握核心資源，採用加盟店模式實現快速擴張，並建立可複製的系統來獲取規模化盈利，這才是真正的財富增長路徑。具體操作可以分3步：第一，選址，優先人流量大的商業區或學校周邊；第二，標準化，統一產品配方、制作流程和服務標準；第三，擴張，開設分店或推行加盟模式，實現快速複製。市場數據已驗證了這一模式的威力。2025年中國奶茶市場規模約5000億，其中加盟模式占比70%，說明可複製的系統化商業模式才是核心競爭力，單打獨鬥難以匹敵。建立自己的系統是實現財富自由的關鍵。再來看理髮師的案例，單店模式與連鎖系統的差距更直觀。單店模式下，收入完全依賴個人技能，客戶高度依賴，工作時間長，效率低，年入通常只有10到20萬，這就是典型的賣時間換錢。而加盟連鎖模式則完全不同，通過標準化教學和服務流程，提升品牌價值，實現快速擴張，知識與技能得以變現且時間自由，年收入可以達到千萬級，這正體現了系統化帶來的巨大差距。要從單店轉向連鎖系統，可以遵循3步法：第一，選址，分析黃金地段與客群；第二，標準化流程規範，教材體系化；第三，擴張招聘團隊，推廣加盟。通過這3步，將個人技能轉化為可複製的系統，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，實現真正的財富自由。這就是系統思維的核心，不依賴個人能力，而是依靠系統力量創造持續價值。再來看自媒體系統化運營的例子，這條從打工人到內容創作系統再到月入過萬的路徑，具有高度可複製性。核心在於建立系統化框架，而非單篇內容創作。第一，構建內容創作體系，利用 AI 生成營銷文案提升效率。第二， AI 輔助工具加速生產，例如 ChatGPT 用文字創作，可伶 AI 或 Runway 生成視頻，整體節省約80%的時間。第三，數據追蹤，
通過 Office 模板或分析工具監測內容表現，優化創作方向，提高轉化率。具體執行方法包括粉絲運營、建立社群、提高粘性；抖音 KOL 可構建知識付費系統，實現200%以上回報；多元變現、內容廣告、知識付費、電商導流等組合收益；持續迭代，定期復盤內容效果，調整策略，同時跟進 AI 工具更新，保持技能迭代。總結來看，從打工人到內容創作系統，關鍵在於可複製流程和 AI 輔助創作，實現規模化收益。這就是自媒體系統化運營的本質，不靠運氣，也不靠單打獨鬥，而是依賴系統力量，讓內容持續產生價值。數據可以說明一切，系統化為何成為必然路徑也很清楚。根據福布斯2025年中國富豪榜，約 90% 的財富來自系統化商業模式，只有 10% 依賴個人能力。典型案例包括阿里、字節跳動等。這點在全球範圍內同樣成立。90% 的福布斯榜企業家依靠系統化運營積累財富，而僅有 10% 的富豪依賴個人能力。相比之下，普通人的收入天花板明顯，年入通常在20到50萬之間，而每天仍需投入8到10小時工作，僅靠賣時間的模式難以突破。系統化包括品牌建設、加盟模式、平台化運營等手段，能夠真正實現收入和影響力的指數級增長。因此結論顯而易見，系統化思維是致富的必然選擇。不是說個人努力不重要，而是單靠個人能力難以突破天花板，唯有建立系統，才能真正實現財富的持續增長和複利效應。這也是為什麼絕大多數富豪選擇做系統而非單打獨鬥。說完理論，我們來看實戰步驟，從零到系統如何落地。第一步，從小生意起步，可選擇低門檻，投入小的副業或網店，利用淘寶、抖音等平台啟動，發揮現有技能和資源，初期失敗率高，因此建議小額測試。第二步，標準化流程，將產品和服務操作流程建立為可複製模板，用 Excel 或流程表規範操作，同時設計標準化營銷和內容模板，借助 AI 生成文案與客戶服務回復，提高效率和一致性。第三步，擴展與自動化，通過招聘、加盟和自動化工具實現規模化擴張。2025年可利用 AI 客服降低人力成本，並建立多渠道銷售與營銷系統。過程中，投資回報率 ROI 需大於 20%， 這是衡量系統效率的核心指標。同時要持續優化流程，提升收益。風險管理也不可忽視，例如供應鏈中斷，可通過多元化供應商和合作夥伴分散風險。整體思路是循序漸進，先小規模試水，再精細化運營，最終實現大規模系統化增長。這才是真正可持續的財富構建路徑。接下來進入第二大邏輯，工具革命，效率鴻溝決定收入。過去的體力換錢模式效率僅為1倍，收入完全依賴時間，上限通常在20到50萬一年，這就是傳統打工的困境。進入工具槓桿時代後，手機、電腦及各類生產力工具不再只是娛樂工具，而是將效率提升10到100倍的槓桿，實現質的飛躍。到了2025年，AI 滲透率已達 50%， 工作自動化普及，效率革命帶來全新機遇。過去僅 5% 的工作實現自動化，而現在直接提升到 50%。效率鴻溝帶來的收入差距非常直觀，體力工作者效率1倍，工具使用者效率10倍， AI 赋能者效率可達100倍。同樣8小時的工作，月入可能從幾千到幾十萬不等。差距不在努力程度，而在於工具的掌握程度。誰能有效利用先進工具，誰就能在時代紅利中佔據優勢。不掌握工具，就意味着把自己的收入天花板固定在最低水平。到2025年 ，AI 工具矩陣已經高度成熟，高效工具正全面賦能工作與生活，成為未來競爭優勢的關鍵。主要應用場景包括內容創作用 ChatGPT 或 DeepSeek， 視頻製作用可伶 AI 或 Runway， 圖像設計用 Midjourney， 代碼輔助用 GitHub Copilot， 數據分析用 Excel 結合 AI， 以及通用綜合能力的多場景 AI。 右側展示的正是2025年 AI 編程環境預覽，說明 AI 已經成為協作夥伴，參與實際工作構建。高階應用建議包括：第一，組合式工具鏈，將不同 AI 工具串聯形成完整工作流，實現1+1大於2的效率。第二，使用 AI 自動化模板，可節省約 70% 的重複性工作時間。第三，投資 AI 工具回報率高，例如 AI 會員年費500元，卻能帶來月入增加5000元
ROI 超過200%。現在手機已經不僅僅是娛樂工具，而是你的生產力引擎。核心應用有3類。第一， AI 寫作文案，使用 AI 生成高質量文案，可節省約80%創作時間，同時提升內容質量，幫助打造個人品牌風格。第二，短視頻生成， AI 輔助視頻剪輯與生成，將文字內容快速轉化為吸引人的短視頻，提高傳播效率。第三，自動化營銷， AI 驅動社交媒體管理，實現自動回復、內容推薦和數據分析，顯著提升營銷 ROI。 以2025年抖音 KOL 為例，通過 AI 輔助內容創作，月增長率可達 30%， 粉絲增長曲線從1月到4月陡升，顯示了 AI 工具的強大威力。高手的手機生產力配置非常簡潔，文案用 ChatGPT 或 DeepSeek， 視頻生成用可伶 AI 或 Runway， 數據分析用 Excel 結合 AI 插件，三者組合即可實現效率倍增。因此，手機应被視為創造財富的工具，而非消磨時間的娛樂設備。掌握好它，你的工作效率和收入潛力將獲得質的飛躍。Excel 實戰財務管理是掌握財富的基礎。很多人之所以陷入財務困境，是因為缺乏記錄和追蹤習慣。通過 Excel 建立資產表與欠款表，你可以清楚掌握資金狀況、每月收支及淨資產變化，利用淨資產公式追蹤多年增長曲線，直觀感受複利效果。用月度欠款公式計算收支平衡，及時發現財務缺口。複利計算公式幫助提前規劃投資與決策，讓財務心中有數。進一步，可用 Excel 記錄投資組合，設置條件格式，標注異常波動，定期復盤調整策略。這些表格和公式構成了你的財富管理系統，記錄本身就是最大的複利，而 Excel 則是實現這一系統的最佳工具。很多人陷入省錢思維的陷阱，覺得一年最多能省1-2萬，效率低下，短視行為常導致放棄更大機會，同時忽視複利效應。但真正需要建立的是賺錢思維，賺錢沒有上限，通過系統和工具可以實現指數增長，整合資源產生複利效應，投資自己提升時間價值。以2025年的 AI 趨勢為例，這種投資回報將非常可觀。2個關鍵案例說明問題。第一，廉價品陷阱，為省500元買便宜貨，結果維修花費1000元，得不償失。第二，時間投資比較，花半小時比價不如學習 AI 工具，後者回報率超過200%。時間價值的量化尤為關鍵，可用公式小時工資乘時間計算，結合圖表可見，隨着時間投入增加，收益呈指數級增長。思維轉換的核心在於從省錢轉向賺錢，關注時間價值與複利效應，利用 AI 和知識投資系統，實現財富的指數級增長。投資自己與比價消費代表2種完全不同的金錢觀。以投資自己為例，首先是 AI 會員年費，投入500元，月收入可增加5000元，年化回報率高達12000%，同時通過 AI 生成高質量內容，節省約80%創作時間。其次是高端設備投資，如高端手機或電腦，投入1萬元，可帶來年生產力提升價值超過2萬元，回報率超過100%。2025年 AI 集成率高達80%，處理速度提升50%。相比之下，比價消費的陷阱明顯。廉價設備陷阱，省500元買低端手機，維修更換花費超過1000元，淨損失500多，同時低性能降低工作效率，錯失創收機會。時間價值忽視，花半小時比價僅節省10元，但同樣時間用於學習 AI 工具，可獲得超過200%的潛在回報。金錢觀重塑的核心在於，並非所有省錢都明智，投資自己的回報遠超小額比價消費，原則是投入於能提升生產力和創造被動收入的工具。關鍵問題是，省下的錢能改變我的財富階層嗎？如果不能，那就是在浪費生命。税後收入才是真正的致富管道，其核心是讓錢在你睡覺時也能增值。主要形式包括：第一，指數基金，如標普500 ETF 歷史年化約 10%， 納指100 ETF 歷史年化約 14%到15%， 通脹調整後實際收益約 6%到8%， 風險較低，適合長期持有。第二，租金收入，房產投資年化約 5%到8%， 提供穩定現金流，但需考慮物業管理和空置率風險。第三，自媒體與知識付費，通過沉澱內容和流量變現，每月可產生1到5萬元被動收入。2025年 AI 內容生成將大幅提升創作效率並降低門檻。
第四，知識產權，包括專利授權、版權及品牌價值，一次性投入可帶來長期複利收益。特別是 AI 內容生成趨勢值得關注 ，AI 可自動化生成文本、視頻、音頻內容，創作者只需專注創意，執行交由 AI 處理。2025年，這將成為普通人借助 AI 實現稅後收入快速增長的最佳窗口。指數基金定投主要關注兩個標的，左側是標普500 ETF 博時基金，歷史年化回報約 10%， 通脹調整後約 6.7%， 波動中等，需要耐心長期持有。右側是納指100 ETF 華夏基金，歷史年化回報 14% 到 15%， 波動較大，例如2022年曾下跌 18%， 優勢在於科技股占比高，可受益於 AI 發展。從圖表可見，標普500 ETF 回報穩健，波動較低，納指100 ETF 收益更高，但波動也大。選擇哪支基金取決於風險承受能力，若能承受短期波動，追求長期高回報，可選納指100。若希望穩健增值，則標普500更適合。兩者都適合長期定投，通過時間平滑市場波動，實現複利增長。定投微笑曲線的核心邏輯是下跌多買，上漲少買，利用市場波動降低持倉成本，同時捕捉 AI 紅利。例如，熊市加倉 20% 可有效攤低成本。從曲線圖可見，熊市階段以紅色點位加倉，牛市階段以綠色點位減倉 10% 到 15%， 長期持有形成微笑曲線，實現盈利。操作可分4步：第一，設定定投計劃，每月固定金額投入目標 ETF。第二，市場下跌時增加投入，熊市加倉 20%。第三，市場上漲時適當減倉，牛市減倉 10% 到 15%。第四，定期再平衡，每季度調整回目標比例，保持策略一致性。2025年 AI 賽道建議採用寬基加科技組合策略，重點關注納指100 ETF， 預計 AI 市場增長約 50%。風險提示：市場波動仍存在，例如2022年納指曾下跌 30%， 投資需結合個人風險承受能力，但長期來看，微笑曲線定投有助於平滑波動，實現穩健增長。貸款借力的關鍵在於區分好債和壞債，這直接決定財富增長的速度。壞債主要指消費性貸款，例如車貸、信用卡消費貸或高利息低收益貸款，這類負債增加支出卻不創造資產，會拖累財務狀況。相對而言，好債是用來投資的貸款，例如低息投資基金或創業貸款，只要貸款利率低於投資回報率，就能產生被動收入，實現槓桿增值。判斷標準簡單，回報率高於貸款成本即為好債，例如基金年化收益 10%， 高於貸款利率 5%， 就可以用別人的資金加速財富積累。但必須注意，借貸前需確保投資回報顯著高於貸款成本，否則會增加財務風險。長期主義的核心在於記錄的複利威力。財富積累不是憑想法，而是靠持續執行。數據顯示，2025年多數人的執行率不足 20%， 很多人有創意卻無行動，因此記錄尤為重要。實踐中，可以每天記錄收入、支出和投資變動，每周復盤進展與不足並調整策略，每月總結淨資產變化及目標達成情況。使用 Excel 可以量化進度，目標達成可用 if 函數監控，淨資產用資產負債公式直觀呈現。右側9年淨資產增長圖顯示，從2015年起是10萬元，到2017年15萬，2019年28萬，2021年58萬，2023年271万，最終到2025年達到348萬。案例說明：堅持每日記錄、定期復盤和策略調整，資產管理在9年間實現從10萬到348萬的增長，被動收入占比由 0% 升至 35%。長期主義不僅強調時間累積，更強調行動的持續性和記錄習慣帶來的複利效果。行動從今天開始，記錄是最大複利，行動是最好的開始。我給你列出6個具體可執行步驟。第一步，下載 Excel 模板，獲取淨資產和現金流追蹤模板，開始記錄你的財務狀況。第二步，每日記錄習慣，建立每日與每周記錄收支、進步和投資的習慣，養成財務意識。第三步，建立稅後收入源，從指數基金定投開始，每月最低1000元，逐步構建被動收入。第四步，學習 AI 工具，掌握 ChatGPT 等 AI 工具，提升內容創作和工作效率，讓時間更值錢。第五步，建立系統思維，從小生意起步，
標準化流程，逐步構建可擴展的收入系統。第6步，每周復盤調整，每周回顧進度並調整策略，確保在正確的財富增長軌道上。在方面，可使用 Excel 模板下載 ETF 官網查詢及財富增長參考書，這些工具能幫助你快速上手。記住，巴菲特99%的財富是在50歲後賺到的，普通人也可以通過系統和時間複利實現財富增長。關鍵是從今天開始行動，每一天的記錄和投資都在為未來的財富自由添磚加瓦。最後總結一下，本期內容涵蓋了系統思維、工具革命、金錢觀重塑、稅後收入、貸款借力、長期主義、AI 整合和風險管理8大核心內容。左邊展示了9年投資故事，從10萬到174萬，30年財富增長複利年化 9.8%， 月收益 14K， 目標達成率 87%， 投資品種7類，驗證了記錄是最大複利，執行是財富密碼。右邊是2025年 AI 時代的財富機遇。第一， AI 放大複利效應，將個人效率提升10到100倍，創造系統化財富機會。第二，新興被動收入流，通過 AI 內容生成、自動化投資和智能合約經濟，打造全新被動收入管道。第三，人機協作新模式， AI 輔助結合人類創造力，實現最高財富產出比。第四，風險管理升級， AI 驅動的風險識別與分散投資，降低傳統投資組合風險。關鍵洞察是，2025年不是技術改變生活，而是擁有技術的能力決定財富水平。巴菲特99%財富在50歲後賺到的案例告訴我們，普通人也可以通過系統思維和長期主義實現財務自由。關鍵是從今天開始行動，建立自己的財富系統，讓時間和複利為你工作。到這裡，關於致富的思考分享就告一段落了。你可以把它當做一種認知層面的思考參考，也可以從中提煉對自己有用的實踐方向。最後聲明一下，本內容僅代表個人經驗分享，不構成任何形式的投資、金融、法律或稅務建議。大家在使用相關產品時，還是要結合自身情況，合理選擇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，如果有任何疑問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，我會盡量回復。覺得有幫助的話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，還有打開小鈴鐺，這樣就不會錯過更多實用內容。我們下期見。